太子爷的白月光回国后，他平静的让我不要再找他。我笑了笑，把钥匙扔垃圾桶，潇洒离开。后来京圈太子爷却疯了似到处找我。别墅里的大床上，我裹着被子，闭眼微喘。叶晨缓缓吸着烟，背对着我，淡淡来了一句：明天苏南回来，你明早就离开。我缓缓睁开眼睛，露出几抹伤感。阿成，我的眼泪说来就来。我舍不得你，我爱你。叶晨回眸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微微叹息。1年前我们说好了，这段情人关系随时会结束，双方不得纠缠。我抓着床单，无声落泪，显得无比娇弱又深情。室内大平层过户到你名下了，我再额外转给你500万。呜呜呜！我低声哭着，演绎着对这个年轻英俊金主的不舍和爱恋。其实内心里早就乐开了花。对，我是装的，在叶晨跟前装作爱他，装作舍不得他，装作迷恋他。实际呢，呵呵。次日一早，我利索地将1年来叶晨买给我的一堆首饰打包放进行李箱。看着银行卡里新多出来的500万，我露出一抹真诚的笑容。1年的情人生涯总算结束了，老娘早就装够了。1年前，如果不是弟弟换肾手术急需用钱，我又怎么会沦落成叶城的情妇？不过这1年也算值了。1个月他给我50万零花钱，1年一共600万，各种首饰也值个500-600万，再加上室内那套200平的大房子，也能卖个1000多万。我觉得真不亏。现在我捏着2000多万，直接提前进入退休生活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收拾好几个行李箱，我毫不留恋地走出这幢大别墅，却在门口迎面遇到了苏南。他是叶城心目中的白月光，一直在国外。我在书房里见过他的照片，长得国泰民安相，一看就带着贵气，很符合豪门儿媳的气质。你就是柳青青？我点点头，有点没心没肺。你放心，我和叶晨结束了，我马上离开，绝不会纠缠。对了，祝你们幸福啊。苏南估计没预料到我会是这种反应，微微愣了下。你等一下，还有事吗？苏南认真地打量着我的脸，居高临下的语气说道。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妖气。哦，随便你说喽，反正我懒得和他辩驳。他目光突然变得犀利危险。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，今后不要再纠缠叶城，也不要再出现在他的世界里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。我好整以暇的用力点点头。我要是走回头路，我他妈自己都不会放过我自己。苏南再次惊愕住。我轻轻一笑，拎着行李箱上了网约车，一路飙到房产中介，先将室内大平层挂上去卖掉。我要尽快卖掉，比市值价可以便宜个几十万。柳小姐，您着急卖？很着急，越快越好。我一个女人住200平的大房子，属实浪费，真不如卖了。然后在其他不贵的地段买一套2室的小房子，钱留出来做投资，不是更好？弄完房子，我接着去了典当行，将叶城给我买的所有首饰全都卖掉。柳小姐，这些可都是限量款，您确定都卖掉？卖，这玩意儿和人一样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首饰处理得非常快，一共卖了500万。我明知道被宰了一笔，可我不在乎，我只求快速卖掉，折换成现金。青青，你真的自由了？铁闺蜜赵雪儿打过来电话，声音里都难掩激动。千真万确，比珍珠都真。太好了，今晚来个单身自由。我笑得花枝乱颤。必须的啊，今晚由我刘姐姐买单，大富豪走起。夜幕降临，我和赵雪儿来到了大富豪，本市最贵的娱乐场所。这里的女招待有的像明星一样漂亮，当然男公关也个顶个的出色。我俩坐在一个角落的卡座里，赵雪儿豪迈地叫了一桌酒水，然后就开始了她热衷的选择小哥哥。呼啦啦来了10几个男人一字排开，赵雪儿眯着眼睛挨个打量着，嘴角噙着一抹得意的笑容。我说青青，现在你不是叶城的人了，你也可以放纵一下了。来，点几个小鲜肉陪你耍耍。点，我要点3个男人，左拥右抱，再来个给我喂酒的。我选了3个顺眼的不同风格的男人，将他们召到身边坐着，另外一个伏在我腿边给我喂酒。突然前方多出来几道身影，叶城目光阴沉沉的站在几米外，冷飕飕的盯着我。
那目光像是要吃人一样恐怖。嗝儿，我吓得打了个嗝儿，下意识推开了腻在身边的2个男人。赵雪儿认识叶城，也吓得坐直了身子，眼珠子来回的打量着我们俩。叶城逼近过来，俯瞰着我，目光如刀。让他们全都滚。不是商量，是妥妥的命令。我怔了下，才反应过来。嗨，叶先生晚上好啊，不过你似乎管得有点宽了，我怎么玩是我的事，没碍着叶先生吧？叶城脸色极为难看，从齿缝里挤出来几个字。柳青青，不要试图激怒我，让他们全都滚。我瞬间冷静下来，冷笑着说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你又是我的什么人呢？叶城，你越界了。叶城上前一把扯住我的手腕。你是我的女人。我狠狠甩开他的手，不屑一顾的撩了下头发。姓叶的，咱俩已经结束了，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你还说这种话，不觉得没劲吗？柳青青，叶城，1年前咱们就说好了，结束了彼此不能纠缠，你现在这样又算什么？怎么，叶先生，你对我余情未了啊？呵呵呵，我早就不再装作纯真小白花的样子，笑得轻佻又妖娆，眼尾还带着几分嫌弃扫向他。只可惜啊，我柳青青对你这位曾经的金主，没有一丝留恋和喜欢，听懂了吗？叶城，如果你但凡还有点自尊和脸面，就应该和我形同陌路，生死不复相见。叶晨阴狠地盯着我半晌，从鼻腔里冷哼了一声，然后蓦然转身离开。姐妹儿，咱们接着玩。赵雪儿心有余悸地拍拍胸口，我怎么觉着叶城刚才看你的眼神有点吓人？不过是男人的占有欲罢了，他最爱的白月光苏南都回来了，你以为他对我能有什么心思？再说了，就算他有，我也没有了啊。当成别人替身，假装别人性格的狗日子，老娘早就过够了，够够的。这时，娱乐中心的经理走过来，歉意地说，不好意思，这些帅哥都要撤走了。赵雪儿满脸不满，质问道，为什么？我们花得起钱。刚才叶总打过招呼了，不允许给你们这种服务。叶总，我们可是得罪不起，抱歉抱歉。经理一招手，刚才还热闹的小哥哥们全都呼啦啦走光了，徒留我和赵雪儿大眼瞪小眼。赵雪儿，叶城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是他甩的你吗？今天这一出又要干什么？我满不在乎的喝了口酒，管他呢，有钱人不定时抽风呗，反正他已经是过去式了，想再搅进我的生活里，门也没有。晚上，我住进了酒店套房里，数着银行里的数字，心情越来越美好。我不需要男人，不需要感情，有了钱，我可以过想要的生活。手机响了，是叶城打过来的。我想也没想，直接拒绝接听。可是他继续打过来，我拒绝，他接着还打，最终我火冒三丈的接通了。叶城，你干什么？打什么电话？我和你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。那边停滞了几秒钟，传来男人深沉的喘息声。青青，你没住进我送你的房子？没有。那你在哪里？无可奉告。叶城突然爆发了怒气。柳青青，你和谁在一起？住在谁那里？是不是个男人？我直接冷笑了。是男人，我刚认识的相好的，怎么着？关你叶总什么事？告诉我地址，我马上过去。咱俩结束了，要我说几遍？告诉我地址。有病！我挂了电话，接着将叶城拉黑，想了下，接着又将手机关机了。世界终于安静了。我美美的泡了个澡，将下一步的规划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然后睡了个好觉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悠闲的换了身性感职业装，化了个淡妆，就去和赵雪儿一起开的设计公司了。跟着叶城这1年来，在事业上我也捞到不少好处，通过他结识了一些高端人群，在行业里也算是小有名气了。青青，你可算来了，这里有个客户指名找你。哦，姐现在这么抢手了吗？我开着玩笑，等走进接待室，看清来人时，笑容瞬间僵住。是苏南。苏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话音刚落，刚才还端坐着的苏南瞬间暴起，狠狠扇了我一巴掌，直接将我打懵了。赵雪儿也吓坏了，后知后觉的推了苏南一下，喝道：你这个疯子，你干什么？报警！苏南眼睛犹如淬了毒。柳青青，你能不能要点脸？既然都和叶城分开了，为什么还对他勾勾搭搭的？我淡笑着抹了下嘴角，猝不及防抡起胳膊，狠狠扇回去。啪啪，2个重重的大嘴巴，把苏南直接打得跌坐在椅子上。我危险的笑着，苏南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有什么资格打我？质问我？
叫保安将这个找茬的赶出去。苏南反应过来，像疯狗一样张牙舞爪，想要抓挠我，被几个男同事拦住了。姓柳的，你给人当情妇，你还有脸了？自己什么货色不清楚吗？出卖肉体的贱货！我懒得和他掰扯，淡淡的说，还有什么新鲜的要说吗？如果没有，你可以走了。你手段真是高明，昨晚叶城为了找你，一夜没睡，既然结束了，你就不能老实点？我倒是有几分意外，叶城找我，找了一夜，那能是眼高于顶的叶城干的事？开玩笑呢。苏南，我根本没有联系叶城，不信你可以去问他，管好你的男人，别让他像条疯狗一样在我跟前转。苏南被嫁出去了，我伫立在原地，整个人平静的可怕。赵雪儿被我的状态吓着了，担忧的低声问，青青，你还好吧？别把那个疯女人的话放在心里，就当是个屁。我没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确实给人当了1年情妇，没什么好避讳的。我揉了揉被打疼的脸，决定不能这么放过苏南，将叶城从黑名单里拽出来，直接打电话过去。响了几下，那边接通了。青青，叶城的声音有点沙哑，带着几分疲惫。我管他怎样，叶城，我们俩已经结束了，还是你提出来的，那么请你管好你的女人，别让她神经病一样跑到我公司对我又骂又打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如果她再跑来找我茬，我一定报警。什么女人？苏南，还能有谁？她怎么你了？你没事吧，青青？他骂我不要脸，勾搭你，还打我一巴掌。叶城，以后我不想见到你以及你身边的任何人。我果断挂断了电话，再次将叶城拉黑，倒在椅子上长长的吐气，心情变得几分晦暗。1年前，我弟弟突然肾衰竭，生命垂危，急需换肾手术。我们父母早亡，一直是我们姐弟俩相依为命，靠着打工才把学上下来，根本没有钱治病，更别提紧张稀缺的肾源。当时弟弟绝望的劝慰我，姐姐，咱不治了，死就死吧。18年后我还是条好汉，你以后照顾好自己，我会在天上每天监督你有没有好好吃饭。躲进洗手间，我哭得肝肠寸断。被逼无奈之下，我狠心跑去夜总会出卖初夜，恰好被叶晨发现。他目光沉沉地看着胆怯的我，半晌问了一句，需要多少钱？我怯懦地说出数字，他神色未明。做我的女人，你弟弟的事情无关。就这样，我住进了他的别墅，成了他包养的情人。一开始我是有些窃喜的，因为叶城是我们大学的学长，学校的风云人物，闻名的学霸校草，家世还好的闪闪发光。我甚至于沉迷在他给予我的温柔之中，幻想着我们俩是谈恋爱的情侣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偷听到他在书房跟父母打电话，他冷淡又无情的语气深深刺痛了我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偷听到他在书房跟父母打电话，他冷淡又无情的语气深深刺痛了我。放心吧，就是个陪睡的女人，不会影响未来婚姻，没有感情，图个新鲜罢了。那一刻，我的心坠入谷底，从没觉得自己那么可笑，像个小丑。叶晨喜欢搂着我睡觉，有几次睡着了，嘴里会叫着楠楠的名字。我问他楠楠是谁，他脸色不语，半晌才说，我放在心底的挚爱。后来我知道了苏南这个人的存在，和他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家世匹配，在国外求医，我萌动的情谊就那样掐死了。我认清了自己的身份，不再动一丝感情，就当做一份职业，做好应该做的。他喜欢给我买柔美的裙子，将我打扮得像是一朵小花，我配合他。虽然我身材火辣，喜欢穿性感衣服，可我从来没表露过一点。叶晨给我弟弟联系了肾源，尽快做了手术，我陪着弟弟一点点康复，然后努力提升自己，借助叶晨的平台和人脉，让自己接触更多更广的资源，逼迫自己成长。青青，后天在扬州有个行业内的交流会，你要不要去参加？青青，后天在扬州有个行业内的交流会，你要不要去参加？
赵雪儿说话的声音都小心翼翼的，观察着我的表情。我收回思绪，果断的应道：去，当然去，正想出去散散心呢。当天下午，我就买了机票，登上了飞扬州的飞机。现在的我不差钱，当然买的头等舱。坐好后，我刚要戴上眼罩眯一觉，就听到旁边的男人笑道：这不是柳青青吗？我诧异的扭脸看着紧挨着我的男人，瞬间笑了：是你啊，好巧。周正宇，叶城的朋友，也是圈子里出名的纨绔二世祖，家底很厚实。周正宇桃花眼闪了闪，开玩笑一般说：听说你和叶曾完了，恭喜你恢复单身。哦，你消息挺灵通。还不是苏南广而告之吗？他在各个群里都明说了。我随意点点头，懒得和他多聊，戴上眼罩，把脸往另一边歪过去。想不到周正宇是个话痨，他伸手掀起我的眼罩，一张俊脸凑近了过来，笑嘻嘻道：想不想听个八卦？是关于叶城和苏南的。不想听。那我必须说，下午我哥们拍到叶城和苏南吵架，叶城将苏南推倒了，据说叶城是为了给你撑腰。我愣了下，嗤笑道：他们两口子的事不要扯到我头上，对我来说那就是两个陌生人。周正宇瞬间眼睛亮了，似乎有小火花在里面闪过。你现在单身啦，这么说来我就有机会追求你啦。我嘴角抽了抽，你搞清楚，我以前是叶城的情人。那怎么了？不是已经结束了吗？难不成你还要为了他守身如玉一辈子？他也配？这不结了吗？你单身我单身，我们俩不如试试。我暂时不会考虑感情问题，谢谢。我果断的再次戴上眼罩，不再理他。周正宇很是有眼力见。下了飞机，他执意走在我旁边。你去住哪个酒店？希尔顿。那真是太有缘分了，我也希尔顿。我沉默，没有拆穿他。我刚才都听到他和助理通电话，安排的酒店不是希尔顿。我等出租车的空隙，被热情过度的周正宇扯上了他的专车。客气什么？都是快要交往的情侣了，给我个献殷勤的机会呗。周正宇将我的行李箱抢过去，塞进了专车里。在车上，他突然拿着手机对着我们俩拍了个自拍。我立刻拧起眉头，不许拍我。我没拍你，不信你看。我没拍你，不信你看。我这才放下心来。我没骗你吧？真的没拍你。我想要追求的人，我可要藏颜了呢。他笑着瞥我一眼，然后发了个朋友圈。我下意识翻了翻他的朋友圈，是他和我一侧头发的合影，还写着的文字：一切的美好从今天开始，本少准备恋爱了，快来祝福我。我瞬间无语，原来怎么没发现这小子这么自说自话，还特么的突发奇想。很快，他朋友圈炸了锅，很多我们俩都认识的朋友纷纷发来震惊的留言：宇哥终于要官宣了，哪个绝世大美女被周少钦点了？宇哥眼光真好，耳朵都长得那么好看，羡慕，祝福祝福。啥时候吃喜糖？周正宇应该心情极好，笑眯眯的挨个回消息。我更无语了。到了酒店，我二话没说，直接办理了入住。可刚把行李箱打开，还没来得及收拾，门铃就响了。谁？我打开门，门口站着一身休闲装的周正宇，手里捧着一束紫色妖姬，递过来说：嗨，我住你隔壁，好邻居，来，祝你一天好心情。不由分说将那束花塞我怀里，然后他就走了。我捧着那束花，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难道周正宇是来真格的？他可是叶城的好朋友，玩一个圈子的，他难道不介意我当过叶城的情人？或者说他不怕得罪叶城？手机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，我接通了。喂，哪位？那边传来叶晨焦急的声音。青青，你和周正宇在一起，你和他好了，什么时候的事？我不允许。关你屁事！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然后把这个号码拉黑。不愧是叶城，对我熟悉到这种程度，仅仅是看到我的耳朵和一绺头发都能认出我来。我忍不住苦笑，明明只把我当做一个玩物，何必又做出这副在意的样子？让我离开的时候，他不是很潇洒，很冷酷吗？真是个伪君子。晚上，周正宇又是哄又是求，非邀请我一起去逛夜景。你就当陪我吧，我第一次来，什么都没见识过，
你给我当个油搭子，行不行？我本来也准备出去逛逛，又拗不过他，便和他结伴同行了。这个好看，给你买个。青青，这个好吃，你尝尝。拿着，这扇子很衬你。周正宇一边走一边买，不是吃的，就是玩的用的。最终我手里满满的。后来我们俩还乘坐了小船，摇摇曳曳的在湖里看着灯火点点。我暗暗对自己说，从此我要好好的爱自己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再也不委屈自己。周正宇突然在船上单膝跪地，掏出来一条项链，有点害羞的说，柳青青，我喜欢你，1年前见到你时就喜欢上了，那时候我没资格追求你，现在我可以了，请你答应我，做我的女朋友。我拒绝了，对不起，我现在不会考虑个人问题。他也不恼火，仍旧笑嘻嘻的。好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我知道今天你不会答应我，我就是要走这个仪式，这是我第一次向你求爱，后面还会有很多次，直到你接受为止。我故意严肃地说，我今生见男人。他不以为意道，你见你的，我喜欢我的。在扬州开了3天交流会，这3天，周正宇像是苍蝇一样围着我各种转，恨不得变成我的贴身小助理。你不管你的工作了，我实在忍不住，好奇的问他。他一边给我剥虾，一边笑着说，工作哪有追媳妇儿重要，我妈催我赶紧把你带回家呢。我瞬间惊住了。你跟你家里都说了？说了啊。他们知道我是谁？知道啊，我妈还说了，以前你是叶城的女朋友，眼光肯定很高，让我使出吃奶的劲追你。我苦笑，我哪里是叶城的女朋友，不过是……青青。周正宇一把握住我的手，目光真挚地说，你不必轻视自己，谁还没个过去的恋爱经历？你就算结过婚，生过孩子了，我该喜欢你还是会喜欢你，该追你还是会追你。不得不说，这一刻我的心颤抖了。叶城从未给予我的尊重和重视，在周正宇这里轻松就得到了。原来不是我不配，只是那个人想不想给。我心头一松，淡笑着说，追我的路可不会太轻松哦。周正宇的眼睛瞬间绽放出无尽的光彩。你放心，我才不怕，我这人脸皮厚，还赖皮，就算是万里长征，我都能扛到底。吃完饭，周正宇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公司出现了大状况，他脸色直接严肃了，歉意的告诉我他要先走一步，然后急匆匆离开了这个城市。我还要多住1晚才会回去，本来准备在酒店附近逛逛，可当我打开房间门，看到门口杵着的男人时，我整个人都懵了。叶城，你怎么来了？此刻站在我房间门口的男人正是叶城，他一身黑色的风衣，面容肃穆，一双眸子深陷，散发着极其危险的气息。我不由得迅速关门，他一只手撑住门，强行挤进了房间。叶城，请你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柳青青，你要剜了我的心吗？他一字一句控诉着，将我桎梏在墙上，低头狠狠地吻住我，狂风暴雨的吸吮，一副要将我吞吃入腹的架势。我的呼吸都被他抢走了，用力推着他，却无济于事。我渐渐被他吻得四肢发软，整个人几乎要窒息，软在了他的怀里。他抱我到床上，不由分说撕扯我的衣服，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，泪珠扑簌簌滚落。他豁然停下动作，有点惊怕地看着我。青青，你怎么哭了？对不起，我不想这样的。青青，对不起，别哭。他胡乱道着歉，拥抱住我，将脸埋在我颈弯，用力嗅着我的气息。对不起，青青，我不该吓你，我错了，我只是太害怕了，怕你离开我。我用力推开他，冷笑道，这话根本不是你叶城该说的，你那么高高在上，你怎么会害怕？再说了，你搞清楚，我们俩是你提出的结束，是你让我离开的。他定定地看着我，缓缓起身，坐在床上，深吸了口气，轻轻道。他定定地看着我，缓缓起身，坐在床上，深吸了口气，轻轻道。我真的害怕你离开我，我说结束也只是权宜之计，我并没有想真的和你分开。苏南回来了，我要向家里有个交代。是，我是你家里瞧不上的，见不得光的，这不正好，结束，我们俩断干净了。我不爱苏南，她是家里定的未婚妻，我心里爱的一直是你。爱我，爱我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叫着楠楠的名字。叶城，何苦呢？骗你自己还要骗我。叶城脸色扭曲，迟疑了一会儿，终于低声说，我叫的不是楠楠，而是楠楠。说完，他直勾勾看着我，满眼的期待。我愣住了，我的小名叫楠楠，只可惜那是父母还在世时才享受到的待遇。你怎么知道？
我看过一篇你写的随笔，里面提到你的小名叫南南，我就记在了心里。在大学里我就喜欢你了，一直没机会表白。后来在夜总会遇到你，我就迫不及待让你成为了我的女人。青青，我没骗你，我是真心爱你，爱了你好几年。我怔然着，心底五味杂陈。可一想到他跟父母说过的伤人的话，我的心就一点点硬起来。哦，是吗？爱我？那行啊，你娶我啊！我继续冷笑。你娶不了我，只能让我当黑暗里的情人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爱。叶城，你的爱真的好伟大啊！我的揶揄和讽刺令他有些难看，脸色几分扭曲。我和苏南不过是个形式，我不会碰他，我会把所有时间都给你，对你好一辈子。我谢谢你祖宗八辈，我柳青青不需要这种爱，我需要的是被尊重、被重视、被平等对待。叶城，也许一开始我对你有些好感，但是时至今日，我对你只剩下厌恶。我谢谢你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，我也谢谢你对我的经济厚待。但是从今往后，请你从我的生活中离开，再也不要出现。他瞬间怒了。怎么，你看上周正宇了？他家里根正苗红，更不会接受你这种人，你不要抱有幻想了。我也怒了，我跟谁都不会跟你。你以为我每次和你在一起时候的愉悦和高 C 都是真的吗？告诉你，都是伪装出来的。和你在一起时的柳青青，就是个没有灵魂的躯壳。叶城还想说些什么，这时候他手机响了，我看到来电是苏南，他皱着眉头，满脸的不悦，然后拿着手机走出了房间。我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。柳青青，你以后不许再犯贱，记住有些路绝不能回头。晚上，周正宇打来电话，说了一下公司的事，叶城故意在生意上针对他公司，他回去连夜解决。周正宇还是那么乐观，劝我不要多想，也不用担忧，他有方法解决难关。第二天，我坐飞机回去，一下飞机就看到了等候的周正宇，他捧着一束花迎上来，轻轻拥抱了我一下，然后笑得眼睛都没了。真好，终于抱上了，好幸福。你公司的事情解决了吗？解决了，不过就算不解决，也不影响我来接你。天大地大，不如媳妇儿最大。我不由得笑了，油嘴滑舌。咦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要不要试试？就这么跟他说说笑笑的，心情豁然就轻松开朗了。过了2天平静的日子，我正在公司里画图，赵雪儿慌张的跑进来。青青，你要不躲躲，叶城的母亲来了。谁？叶城的母亲，现在就在小会客厅，我让保安拦着她呢，你要不赶紧避避。我放下手里的工具，揉着脖子站起来。他找我干什么？我又没招惹他们家叶城，走，先过去看看情况。赵雪儿立刻卷起袖子。你放心，我挡在你前头，我保护你。来到小会客厅，看到我，叶夫人马上激动地站了起来。柳青青，叶夫人，有什么事吗？你到底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就不能放过他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为了和你在一起，为了和家里较劲，叶城割腕自杀了。啊？不是吧？为了和你在一起，为了和家里较劲，叶城割腕自杀了。赵雪儿比我震惊多了，我比较淡定。叶夫人，我要明确的告诉您，我和叶城早就结束了，在我心里已经断得干干净净，我再也没有联系过他，也没对他表示过想在一起的意思，甚至于我明确拒绝了他。叶夫人眼圈红了，他现在一心求死，我们全都劝不住他，你能不能去医院看看他，劝劝他，让他有点生的意念？可是我迟疑了，并不想再参与到叶城的世界里去。算我求你了，好吗？柳小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心善一次，就算挽救一个将死的人，行吗？叶夫人的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，哭得极其难过。哎，那行吧，但我不保证能有什么效果。好好好，只要你肯出面，结果不管怎样，我们家都感谢你。就这样，在赵雪儿的陪同下，我跟着叶夫人去了医院。单独病房里，叶城脸色苍白的躺在病床上，闭着眼睛，像是个没有生机的僵尸。那副枯槁的脸色着实惊着了我，他一贯都是风采翩翩、生龙活虎的，何时变得这么虚弱？叶城，我轻声唤了一声，他眼皮抖了下，很快睁开了眼睛，看向我这边，然后眼睛渐渐有了光彩，整个人都活了过来，坐起身来，向我伸过来手。青青，你来看我了吗？来，到我这边来。在叶夫人鼓励恳求的目光下，我缓缓走到病床前，坐在凳子上。他一把握住了我的手，反复的摩挲着，好像极为眷恋一般。青青，我不想再听从家里的安排了，我要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，
我要和你在一起，我们结婚。叶城，你为什么做傻事？以后不要这样了，快点好起来。青青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理会别的男人，你只能属于我，你是我的。我以前做错了，让你受了委屈，以后我不会了，我要让你做我的妻子，给你该有的一切尊重和重视。我苦笑着说，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，知道有些事一旦错过，就不会再有重新来过的机会。我们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还是不要。柳青青，你不能不要我，没有你，我真的活不下去。叶城激动了，用力拥抱住我，急切的想证明我还属于他。旁边的叶夫人也怕了，劝道：青青呀，以后你和叶城的事情，我们再也不管了，我们只会祝福你们，好不好？你就答应了叶城吧，阿姨求你了。叶城落下了泪滴，哽咽道：你离开之后，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，我想你。回来吧，青青，回到我身边，我们做一对让世人艳羡的好夫妻。我轻轻推开了他，语气平和地说：没有爱，没有心的柳青青，你要吗？他豁然怔住，不敢置信地审视着我的眼睛。就算我勉强自己和你在一起了，那也是对你的一种怜悯。叶城，你是个需要别人施舍感情的人吗？叶城惊住，手一点点松开。我心目中的叶城学长是意气风发的，是张扬自信的，怎么都不该是你现在颓废的样子，自杀什么的不符合你。叶城，振作起来，做回自己。说完，我轻轻拍了下他的肩膀，然后头也没回的离开了。走出病房门，苏南正等在那边，抬起眼，之前的嚣张跋扈全都消失了，满脸只剩下疲倦和失败。我不打算和他说话，他却迎上来：柳青青，你胜了，他为了你连命都不要了，你知不知道他差点把自己手腕砍断。那又怎样？又不是我让他这样做的，和我无关。你竟然这么狠心无情，根本配不上叶城的满腔真情。我冷笑道：所以你的真情又得到什么呢？他瞬间呆住，眼底满是受伤和难过。我临走前留下一句：爱情无对错，谁都不要随意对别人指手画脚。走出医院，周正宇着急忙慌地向我奔来，满脸的焦急和担忧，眼底还带着一丝慌乱。青青，你怎么也来医院了？我来找你，你有没有和叶城？我隐着一抹笑意，故意反问他：我和叶城怎么了？你有没有和他和好？你要祝福我们吗？我这话一落，周正宇的脸色骤然难看下来，嘴唇都慌得发抖，一副要哭的表情。我不能祝福你们，我做不到那么大度，我嫉妒，我难过。青青，你再考虑一下好不好？我哪里不好？你告诉我，我以后都改，什么都听你的，求你别选他，别选。我心底一阵喟叹，上前拥抱住他，轻轻拍了下他的后背，柔声说：傻瓜，骗你的，我对他已经没有感情了。周正宇整个人愣愣的，像是个木雕泥塑。我晃了下手，喂，怎么了？傻了？他激动的呢喃起来。第一次，这是你第一次主动接近我，感觉真好，像是做梦一样。